没想到堂堂大夏武神殿殿主竟沦落于此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鸣沙殿。上！圣人之剑，你超凡入圣。殿主，鸣沙殿重返人间，只若恳求殿主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重返神殿。这天下苍生跟我一个臭搬砖的有什么关系？我已心有所属，维稳天下的事儿，还是交给你们吧。喂，什么？不好了，殿主，鸣沙殿的人绑架了您的妻子。好啊，他们这是在逼我入局，那天下苍生就跟我王某有关了。把位置发给我。大人，难怪这王浩会流连忘返，天海第一美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那当然，这叶倾城在大夏娱乐圈能有如今地位，你以为是凭借他的演技，还不是靠他的长相？只是大人，我们鸣沙殿的人不是已经去找那王浩了吗？武神殿殿主，天下第一人，你以为他是那么容易被对付的？既然知道我不好对付，为何还要前来送死啊？王浩，纵使你之前再怎么风光，3年前你重伤离开武神殿，为续3年，我不信你还有当初的战力。那你猜猜我是怎么到这儿的？明死期他们已经被你杀了。跳梁小丑，杀了就杀了。不过你们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来找死。我不信明时齐大人会死在你的废人手中。王浩，你纵使再强，如今软肋在我手中，你又能当如何？剑来！上！你对强大一无所知。殿主，既然鸣沙殿向我下了战帖，那我只好应战。你先把他送回去。那您……我倒要问问这天海市首是怎么一回事。哎呀！在这里哦。小美人，从本市手抓吧，非得让你尝尝本市手的厉害。小美人被我抓到了呀！你是什么人啊？怎么会出现在我市首府当中？剑来！这是轩辕剑，你是武神殿殿主。叶家叶倾城是我妻子，可就在刚刚，她被鸣沙殿的人绑架了。你作为天海市的市首，任由鸣沙殿在天海造次，你该死还是不该死？大人，请给小人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大人，小人愿意配合武神殿，找出天海鸣沙殿的余孽，并匡扶叶家，成为这天海权势巅峰。大人，小人今晚愿为大人举办结婚宴，到时候让天海所有的名流尽数到场，仰望大人您的光芒。
同时，小人还会让叶家在这宴会上坐上天海的高座首位。倾城跟着我被说了3年的闲话，倒是可以在这宴会之上让他戴上本该就属于他的凤冠。今晚宴会的主角当属叶倾城。小人明白，今晚不仅天海所有的名流都会到场，连大夏的一线导演明星也会到场。届时，叶小姐将成为真正的大夏女王。大人慢走。那个倾城没事吧？哎呦，池少，快坐，快坐！不，池少，坐。哎呀，坐。哎呀，多谢陈少关心。这我家倾城虽然还在昏迷，已经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。哎，那个话说回来了，是谁救了倾城啊？怎么也不出来露个面儿，咱们好感谢一下他呀？陈少，看你这话说的，不是你救的。对呀。真倒了，我给忘了。妈，站住！倾城怎么样了？你这个废物来干嘛？妈，你这话说的，是我把倾城救回来的。我来当然是来看看他怎么样了。什么？倾城是你救的？对啊。你可拉倒吧！倾城明明是人家陈少救的。再说了，这要是你这个废物救的，你早过来邀功了，还会等到现在啊？对呀，伯母说的没错啊。王浩，你整整耽误了倾城3年，还赖着他不走，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羞耻之心吗？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废物！要不是你，倾城能在外面被人家指手画脚吗？你这个扫把星，居然还敢说陈少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这3年一直是我在暗地里帮助他，以娱乐圈的险恶，要不是我，他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吗？王浩，你也太能吹了吧！就连我们陈家，不敢说能染指整个大夏的娱乐圈，就比你啊。蝼蚁一样的东西，你做不到的事，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。你闭嘴！不要再在这里说这种可笑的话，给我滚！这里不欢迎你。这是倾城买的房子，我是她丈夫，你好像没有资格让我滚吧？我妈没有这个资格，那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呢？你刚刚说什么？王浩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你我在一起，只不过是因为我爷爷当时的一纸婚约。我妈说的没错，这些年你的确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冷嘲热讽，可是我从未迁怒过你。如果你可以一直脚踏实地，或许就算这门婚事是个错误，我也可以再熬一熬。但是我没想到你今天竟然口出狂言，王浩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很快就会实现。很快就会实现。3年了，王浩，我等了3年，可是我看不到一丁点儿的希望。放过我吧。听见了还不赶紧滚！别在这像苍蝇一样嗡嗡的。你敢打我！王浩，你知不知道得罪了程少，在这天海市你将无容身之处？就凭他，老子今天非要死要你不可！张副官呐！张副官，说那个吸血他们的多往右边，怎么来我们家了？不知张副官来我叶家，所谓何事啊？叶小姐客气了，我这次来是奉市首之命，邀请叶小姐参加今晚的凌霄盛宴。这是邀请函。凌霄盛宴，邀请我？今日盛宴乃是市首大人专门为叶小姐举办的，不仅整个天海名流会来，大夏各大顶流明星、导演也会悉数到场。今晚过后，叶小姐将成为大夏天后。张副官，不知道我何德何能，能得到市首大人的青睐啊？你叶家出笼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
世守这般，也是希望你叶家将来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时候，能够帮衬一下。陈少，世守大人这样，是不是因为你啊？那自然是，可能世守大人看出我陈家有崛起之意。听见没有，废物，赶紧给我滚！放肆！张副官，为何这样呀？你们该不会以为我口中的人中龙凤，便是这陈家吧？那不是我们陈家，还有谁配这做这人中龙凤啊？陈家在天海兴许还算个势力，但放眼大夏，则是连蝼蚁都不如，沧海一粟。世守大人也不放在眼里，难不成你陈家人觉得陈家连世守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没有。请张副官把话说清楚。如果不是陈家，那还是有谁与我叶家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呢？叶家真龙，来自武神殿。张副官，您的意思是武神殿的大人物看中我家小女儿了？差不多吧。邀请函我已送到，便不多做打扰了。走。哎，张副官，慢走，张副官。怎么样啊，陈飞？被打脸的感觉如何？你闭嘴吧！就算陈少不是真龙，那轮不到你来理。王浩，方才张副官的话，想必你已经听得很清楚。今晚过后，你我之间将会是两个世界的存在。不过，我们夫妻一场，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好聚好散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签了它，这卡就是你的。所以你觉得我王浩这3年就值500万？这是他还给你500万，要是我，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你。怎么？你想坐地起价呀？还是你觉得你陈家能在我面前蹦跶了？王浩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别听这废物的话，明天宴会上你好好表现，各界名流都会去，我也会陪你去。多谢陈少。店主，这叶家如此放肆，今晚的宴会要不要取消？取消？为何要取消？我倒是很期待今晚的相逢。情人节，我真羡慕你啊，居然被武神殿的大人物看中了。今晚你肯定好好表现表现，若之后有机会啊，还得提携提携我呀。没问题。大人啊，您其实没必要来这么早，毕竟世守还没来呢。没事，我就随便看看。对了，一会儿不要暴露我身份。明白。大人啊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大夏的3期影后大幂幂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王先生。青晨姐，你说那个人是不是你丈夫？他怎么会来这儿？青晨姐，你说这废墟怎么进来的呀？怎么还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啊？这要是被武神殿那位大人知道了，那今晚计划就泡汤了。王浩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叶小姐，你这……牛经理，你这算是失职吧？王浩怎么会进入这个宴会厅？是不是用了我的名头？我何须借用你的名头呀？
我来这里当然是因为受到了邀请。今日晚宴唯有天海顶流和大夏一线明星导演参与入围。你说你有邀请函，简直可笑至极。王浩，我知道我与你离婚，你很受伤，但是你若是因此而破坏我今日大事，我会更加看不起你，你也会将我彻底的摆在你的对立面。叶小姐未免太过自信了吧？店主这夫妻俩这是在搞什么呀？叶小姐，你误会了，王先生确实是受到邀请函才来的。是吗？这废物赘婿还有邀请函，拿出来我看看。叶经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考虑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和王浩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我与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你不用考虑我，就将他给我轰出去。刘经理，我以为你给我介绍了哪家公子哥呢？搞了半天是叶家的赘婿啊！早知道这手我就不过了。我要是你，就赶紧屁颠屁颠的滚蛋！毕竟你在这儿只会让倾城姐。你敢打我！赵姐，你看他敢打我！叶小姐，这人是你丈夫吧？他将小琪打成这样，今日这晚宴虽然是天海失手为你所开，虽然你被武神殿的大人物看中了，但你如此高调，是不是该给我们说法？赵总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与王浩已经离婚，他现在做什么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既如此，那就交由我来处理了。好，上。赵姐，误会了，绝对是误会了。牛经理，你只不过是袁世手身边的一条狗，我赵家乃天海第一家族，就连袁世手对我天海赵家也得客客气气的，就凭你也敢拦我？赵姐，不是我想拦你，而是王先生他确实是受到邀请啊，来参加晚会的。哦，能来这晚宴的非富即贵，这王浩若只是叶家赘婿，想来袁田正不会专门给他一张邀请函，难不成他还有其他身份？他有邀请函，拿出来看看。大人，小的知道您不想暴露身份，要不把邀请函拿出来，封住他们的嘴。就凭这假的邀请函，你这废墟胆子太肥了吧？此话怎讲？我们的邀请函都是蓝色边框的，而你的是金色的，你还敢说这是真的？这叶家废墟伪造邀请函，还金边邀请函，他以为他是武神殿的那位大人物啊！无话可说了是吧？断他双腿，将他从这儿丢出去。赵总，王先生，再多废话也断你双腿。无妨，他想闹我就陪他闹，看看到最后是谁受不了场。好一个受不了场！来人呐！等等，赵总，今日若真的断王浩双腿，恐怕他以后连谋生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与他毕竟夫妻一场，赵总，请您手下留情，给他个教训便是了。大老远的就听见我赵姐生气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睛的惹了我赵姐啊！哦，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啊！陈少，你跟赵总求求情吧，王浩他不是。倾城，我可听武神殿那位大人说了，会给你准备中10几位重量级的明星，还有张谋子导演的电影女一号合同，要为你打造大夏第一影后。你若执意维护这小子，恐怕是最后的机会都没了。没想到武神殿的那位人物，竟然对叶小姐这般慷慨。这般奢华阵容，怕是100亿票房都是保底。该帮你的我都帮了，王浩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喂，赵姐。陈少，怎么？难道你想护他？我想护他，开什么玩笑？只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这样吧，你今天惹了我赵姐，废你双腿是肯定的了。你要是把我的鞋子舔干净，我可以跟赵姐求求情。陈少，原来你是这个主意呀！早说呀，这个面子我还是要卖给你的。让我舔鞋，嘿。王浩，我就知道你嘴硬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舔也得舔，不舔也得舔。赵姐，我想借你的人一用。王浩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是你以为很能打有用吗？你觉得你今天还能出得去这宴会厅的门吗？陈少爷，这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改变的地步，慎言。牛经理，这个废物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处处维护他，我倒是想知道，
一会儿袁世手来了以后，你怎么跟他解释？你先退下。这些人竟敢将店主大人往死里招惹，这天海的势力啊，看来是要洗牌了。刚刚是你说让我出不了这个门是吧？你说你一个废物来了，接二连三的打压了天海市2大家族，废你双腿已经是仁慈了，你不懂得感恩，你说你该死不该死？确实该死。好啊，那你自刎谢罪吧。我说的是你该死。我是不是在找死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武神殿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。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也不会说出去吧。陈少说笑了，你今日所为乃是为我天海名流名扬正气，我们在座的各位又怎会传扬出去？没错，陈少，这小子可是挑衅我们整个天海名流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天海名流正道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看到了吗？众望所归，你就该死。紫若战神到。芷若战神是武神殿的那位芷若战神吗？除了武神殿的诸位战神之外，外界谁人敢自封战神？若是他到场，他跟那位大人一样神秘，岂不是说明看上叶倾城的是武神殿殿主？我等见过芷若战神，见过殿主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废物怎么可能是武神殿殿主？我刚刚竟然要废掉殿主大人的双腿！天海市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找着大人。大人是否要将天海市重新洗牌？刚刚你让我给你跪下舔膝，还说要杀了我，用言语侮辱我，拿枪指着我的头，做饭合作，凌迟处死，株连九族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废物绝对不可能是武神殿殿主，这一定是你们找来的演员。没错，武神殿殿主怎么可能在叶家为虚3年？而且芷若战神也神出鬼没，整个大夏几乎没几人知晓他的真实面貌。若真要找人扮演，没准真能以假乱真。你这废物还敢冒充武神殿殿主，敢枪指殿主，找死！你若是武神殿殿主，我便是这大夏的王。这废物，你不是武神殿殿主吗？你不是武力值很强吗？我拿枪指着你，你就不敢动了？不动不是因为不敢，而是因为不屑。是在找死！你连子弹都没有，这不可能！怎么杀我呀？找死！这废墟不仅冒充武神殿殿主，还把陈家大少满嘴的牙都打掉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这一次，就算叶家大小姐再怎么受武神殿的那位大人青睐，恐怕都要被牵连其中了。王浩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再这么下去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我叶家，也难逃其咎。王浩，你要是现在离开，我还能替你美言几句。我就是王，何须他人庇佑？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我叶倾城跟了你3年，我真是瞎了眼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吧？是我瞎了眼。本来这一切都是我为你准备的。好，如今你亲手毁掉了这一切，它已经不归你了。什么大夏以后，还有这凤冠，根本就不配。你说的什么金塔名流，算个屁！我现在就站在这儿，谁敢杀我？那可是袁世手为叶小姐和那位大人准备的。我没想到，在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有人大闹凌霄殿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你毁了这一切，武神殿要是一怒，整个天海将不复存在了。若是武神殿真的发怒，岂不是我们这些人都要牵连其中？早知道就不来这狗屁凌霄盛宴了。若是不想让武神殿追究，就要让这废墟自行了断，以此谢罪。王浩，你还不以死谢罪吗？难道你要让所有人都跟你赴死吗？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来，还是别有一番风味啊！我当初就不该救你。都现在了，你还说这样的大话？你说你救我，证据呢？无需证明，我今日亲眼所见，正是王浩救了你。是京城南宫家的大小姐南宫雪。南宫小姐来做什么？难不成是来参加宴会的？叶倾城不错，确有几分姿色，就是太过愚昧。
我带你走。你带不走，南宫家也带不走，他可是武神殿的罪人。这南宫家虽然是有些实力，但是对于武神殿来说还是遥遥不及呀。王浩自以为有南宫家撑腰，在凌霄盛宴上闹事儿，但实际上啊，他是在将南宫家架在火上烤。大小姐，这毕竟是武神殿的宴会，若是得罪了武神殿，放手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说了，我谁的庇护都不用。他们还有多久到？3分钟之内即刻到达。好，我就让你们看看这武神殿能奈我何。大小姐，这王家七少如此狂妄，您为何还要将南宫家卷入其中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？那南宫家以后的事情，都由你来做主如何？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担心武神殿里面。王浩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纵使你有战神的身手，可你招惹的毕竟是武神殿啊！陆内以为真的怪罪下来，你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你掉的。一会儿他若真跟武神殿起了冲突，第一时间报告好了。大小姐，你武神殿青龙战神到，释手大人到。竟然是青龙战神，这可是在武神殿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啊！难不成看上叶小姐的真是那一位？唉，希望方才发生的事情不要迁怒到在场所有人，否则……王浩，青龙战神和释手大人来了，你可曾后悔？后悔？我为什么要后悔？芷若，是我今天就坐在这儿，看看你口中的袁释手和青龙大人是怎么惩罚我的。这晚宴难不成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啊，怎么大家都聚在一起啊？难道是有人在本释手准备的宴会上闹事吗？滚一边去你！半天憋不出个屁来啊！简直是让青龙战神看笑话！给我滚一边去！见过青龙战神，见过释手大人。赵红纯，你来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释手大人，破坏今天这晚宴的，以及打伤陈少的，都是同一个人。放肆！究竟是谁竟如此大胆？是那叶家的废墟。王浩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是你自己不听。现在青龙大人和释手大人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我看你还是像个男人一样，自己承担这一切吧。是吗，袁田正？什么？你居然敢直呼释手大人的名字？我有何不敢？释手大人，便是那废物赘婿，破坏了今天的晚宴，还请释手大人务必严惩于他，还我天海一片安宁。滚一边去！释手大人，你是不是骂错人了？破坏这晚宴的是他呀！给我闭嘴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让赵家人间蒸发！释手大人，释手大人啊！青龙战神，我与这废物已经解除婚约，他今日所为与我叶家毫无关系，还望不要牵连其他人。叶小姐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释手大人，青龙战神，我听说你们要再次诛杀我。我青龙战神，释手大人，虽然王浩是我前夫，但我与他从未越过那道红线，我至今仍是完璧之身，所以请二位不用考虑我，直接将其诛罚。这位大人到底是在玩什么？我若说错话，该不会掉脑袋吧？这诛罚之事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也是，免得让这些阿猫阿狗的影响了大家的心情。青龙战神，请问店主何时到啊？店主大人不会来。什么？这凌霄盛宴本不就是为店主准备的吗？该不会王浩这么一闹，所以店主才不会来的吧？啊，一定是店主大人让我前夫影响了心情，所以才不来的。还请二位大人动手吧。请青龙战神出手。青龙战神，王浩他虽有些口无遮拦，但也算事出有因，还望青龙战神看在我南宫家的面子上，饶他一命如何？店主，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早知道我今天就不来了。青龙战神若是不说话，我就当您是默认了。多谢。
站住！南宫小姐，你难道要为了这废物得罪武神殿吗？值得吗？既然叶小姐不要，又何必毁掉呢？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就得好心提醒你一句：如今你只是得店主青睐，要想教育我，还是等你成为了真正的店主夫人再说。我们走。青龙大人，你就让他们这么走了？放心吧，得罪店主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啊，尸首大人，我那部电影的女主角店主与这叶倾城似乎已经一刀两断，既如此，我也没必要再拍着叶家的马屁了。此事再议吧。请。还说是大制作电影呢，怎么就没了？怎么感觉这叶家似乎失宠了？该死的王浩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现在已经和店主剪彩了。喂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出发去京城。店主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放弃我。王浩，我知道你身手不错，但你可知道，你今日招惹的是武神殿的人，他们是这世间最强的势力。今日幸好我及时赶到，不然那青龙战神可能真将你绞杀于此了。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。我家小姐将你救下，你还说这种话，依我看，就活该你被镇杀。若不是我们有婚约在身，我才懒得管你。对了，你准备一下，过几日与我一同参加武神殿宴主的宴会，希望届时你能将今日的误会解开。你说什么？鸣沙殿余孽猖獗，武神殿殿主在京城召开宴会，邀请各方名流共同商讨如何绞杀鸣沙殿余孽之事。我南宫家也在邀请之列，届时你与我一同参与，希望你在宴会上能够低调一些，切莫再张扬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举办宴会了？你这人怎么这般不识好歹？拿着吧，我会在这里多停留几日，尽快想通了给我电话。快点点，起来吧。店主，方才在宴会之上，为何不宣布自己的身份？这天海已经没有待的必要了。我宣布身份是为了帮助叶家站上金字塔的巅峰，可如今都用不着了。对了，店主，属下还有一事想向您禀报。说，前日有人发我一份邀请我你参加讨伐鸣沙殿的宴会。店主怎知？方才南宫雪已经告诉我了，就是不知这发起者是京城哪家，这冒充店主的又是何人？店主，此人你也认识？哦，京城王家王鑫。王鑫，这堂弟还有这番能耐啊！查过他与鸣沙殿之间的关系了吗？还在查，不过此事有蹊跷，冒充店主可是诛杀九族的死罪，他如果没有后手的话，定不敢这样做。我这胞弟啊，从小就不简单，城府极深。当年我被赶出家门，他也功不可没。可如果他跟鸣沙殿也有关系的话，可就不要怪我不顾及这手足之情。店主，接到通知，叶倾城收到王家的邀请，现在已经趁机前往京城。看来这场宴会的目的是冲我来的，那我一定会参加。少爷，天海叶家叶倾城到了，请他进来。没想到武神殿的店主竟然如此年轻帅气，并且还是京城王家的继承人。叶小姐不必如此紧张。店主，不知您找我所为何事？叶小姐应该清楚，我青睐叶小姐已经很久了吧？3天后，我将举办一场宴会。虽然宴会的主题是声讨鸣沙殿，但是到时候我会在宴会上宣布，是我的女儿。店主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怎么？我亲手编织的凤冠，你不想要？不，
倾城不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宴会上，我将会在海城没有履行完的诺言履行，届时我会宣布，我会助力叶小姐成为这大厦最璀璨的紫气。多谢店主。这是叶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示点什么呢？王浩，就让我替你品尝一下你这大明星妻子的滋味吧。王浩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今天来参加这个宴会的，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，跟之前的天海盛宴那都是不能比的。而且你今年进去了，代表的就是我南宫家，你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。你放心，我都记住了。走。我们是受邀前来参加宴会的。请。哎，哦，他和我是一起的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没有邀请函，不得入内。王先让你这么干的吧？先生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明白啊。还请您配合我工作。黄熙，你的手段未免有些太有罪。那我要是非进去不可呢？小子，你真是太可笑了！这可是武神殿召开的宴会，别说是大夏，就连全世界还没有几个敢擅自闯入。我不信，我想试试。哇，你答应我不会惹事儿的。我没惹事，是他挑事。别担心，此事我替你解决。你好，我是南宫家的南宫雪，这位呢是我的未婚夫，此次行程也比较匆忙，还没来得及申请邀请函，您看可否行方便？南宫家乃京城3大家族之一，我想南宫小姐这张卡里应该有不少钱吧？区区200万而已，一点小心意。南宫小姐，你是在怀疑我的职业操守吗？我今天就不让她进了，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看吧，真这种人讲道理讲的，还是我来，我倒要看看我能进还是不能进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小子，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这里今天是武神殿召开的宴会。你这么做就是在向武神殿发起挑衅。我告诉你，王鑫代表不了武神殿，你也代表不了武神殿，我还非要看我就进去了能怎么样？来人来人，有人擅自闯入宴会现场。王浩，你答应我不会乱来的。既然王鑫邀请8方名流，他就不会在这随便跟我动手，你放心吧。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办点别的事。人呢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废话，不是跟你跟谁说？我南宫家受邀来参加宴席，就算你们武神殿再如何强大，也轮不到你一个保安来对我指手画脚。走，他先去后台了。王浩，这一次你又当如何破局？少爷，大夏名流都抵达宴会厅现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王鑫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连宴会的门都不让我进，不合适吧？堂哥，你说的这些我怎么听得懂啊？如果你能来到这宴会的话，想必一定是光芒四射呀。我欢迎他们。他一定在这里。店主，不是他们在这里。什么事？啊，是他在这闹事儿，还擅自闯入宴会厅，我是来抓他的。你说他？啊，他是我王家大少爷，你说他闹事？店主，我不知道他这个身份。店主，连主人都认不清的狗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康哥，我这么说你可满意？王鑫，看来这几年你培养了不少自己人。和堂哥比还相差甚远啊！毕竟堂哥是那武神殿的殿主。王鑫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
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帮堂哥分担一些忧愁，铲灭鸣沙殿。是吗？堂哥为了这大夏奔前赴后，为了天下百姓日以继夜的，我这作为堂弟，不更应该出一份力？可是我怎么听说这叶倾城先去过你家呢？果然呀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我堂哥。啊，对了，那叶倾城啊，虽说是个3线小明星，可论起容貌吧，丝毫不比那1线差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是头一次呢，很多事情都得让我教着来，别提有多刺激了。你找死！堂哥，先别生气嘛。你和那叶倾城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你有你的选择，他也有他的选择。他的选择是成为这大夏的天后，而你在叶家待了3年，也没有帮他达到过那个位置。而我不一样，这次宴会之后，我会帮助他成为这大夏的3期有后。所以啊，堂哥，这选择还得自己来做。我记得你和他之前不是在天海的宴会上不欢而散吗？堂哥，咱们俩可是兄弟，你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对我怎么样吧？哦，对了，那叶倾城应该马上就要到这宴会厅了吧？堂哥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自己去问他呀。他要是不愿意，我绝不强求。哦，对了，那叶倾城是怎么叫的来着？店主用力！堂哥，你瞧我这个迹象，他差点以为我是真的武神殿店主了。堂哥，看来这在叶家3年为序的日子，已经磨去了你不少功劳。可是堂弟我现在和你一样，已经达到了那超能境界，你现在杀。和堂哥说了这么多，这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我就先不陪堂哥了，借过。超凡境，毛线，你最好别跟鸣沙殿有关系，不然……少爷，你的手无妨。那王浩再强，他也是一个人。等我彻底瓦解了他的武神殿，他再厉害又有什么用？再者，从此我才是这大夏万人瞩目的武神殿殿主。这就是武神殿殿主吗？竟如此年轻！他可不单单是武神殿殿主啊，他也是京城王家的继承人。就凭这双重身份来说，别说是大夏，就算是全球范围之内，也不会有人屹立在他的权位之上。店主，走吧，我带你上台。好。这应该就是店主夫人吧？这叶倾城，我听说他是已婚之人啊，这跟武神殿店主在一起，会不会都不好解释啊？你刚才去找他了？嗯。那你与武神殿的矛盾解开了？武神殿？说来也是，你跟着王兴毕竟是堂兄弟嘛，一家人之间哪有什么解不开的结？我也是知道这武神殿店主是你们王家人之后，我才明白那天在天海盛宴上你为什么敢那般做了。若是武神殿，那矛盾应该是刚开始才对。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的宴会，在此我敬诸位一杯。敬店主。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来此次宴会的目的了吧？店主请放心，鸣沙殿那群过街老鼠竟然敢重现人间，那我等必定会全力协助店主，这次必定将那鸣沙殿一网打尽。没错，鸣沙殿乃是世间第一邪恶势力，这次啊，我们一定不让他们残留于世。各位，
这歼灭鸣沙殿的事情，咱们今天暂且不提。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我与倾城一见钟情，所以我打算出资100亿来捧倾城，成为这大夏最顶流的3期影后。这天海叶家的叶倾城竟有如此的好运，能赢得店主如此的关爱。店主此言，眼下是有喜事了。那什么时候能请大家宴饮一杯啊？我反对。我反对。这人谁呀？竟然敢公然与店主唱反调！哎，先别说，他是以前王家的气少，只不过现在跟我们店主是堂兄弟关系罢了。汤哥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可以说出来，让大家都听一听。好啊。诸位，叶倾城是我前妻，虽然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但是王鑫此举有悖道德，我反对。这叶倾城竟然是这气少的老婆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只不过他只是一个气少，敢跟我们堂堂的武神殿店主作对，难道他就不怕会被气杀于世吗？王浩，你够了！你毁了我3年，难道你还想毁我一辈子吗？叶倾城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他娶你是因为青睐于你吧？不然呢？堂堂武神殿店主，王家继承人，难道还有什么是从我身上想要得到的？唉，倾城，看来我这堂兄对我误会很大呀。店主，您不必在意。这王浩在我叶家3年，他的品性我再了解不过了，只不过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掉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王浩，虽然你是王家的人，但是你早就被王家除名了。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宴会，已经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了。再者说了，这叶小姐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算是有关系，她现在是被店主看上的人，已经是你和叶小姐这一辈子最大的殊荣了。你现在居然还敢在这里挑衅我们店主，你就不怕店主一怒之下把你给斩杀当场？不错，对店主而言，若不是血缘关系，你只不过是一只可以任人随意摆捏的蝼蚁罢了，还敢在此造次！店主，小人斗胆愿为您效劳，灭杀这气少。店主，小人也愿为你灭杀此口无遮拦之人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这王鑫他就是武神殿的店主吧？王少不是，难道你这个气少是？没错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不就仗着自己和店主有那点血缘关系在此叫嚣吗？若不是店主大人心慈，就仅凭你这冒名顶替店主之罪，就可以将你斩杀100次有余了。王浩，够了，别闹了。既然你们都相信这王鑫是武神殿的店主，那不妨让他把武神殿的信誉拿出来，如何？店主，既然这废物诚心找死，那不妨成全他，把那武神之戒取出来给他看看。店主，待这废物看完武神之戒之后，小人愿意去店主将这无耻之徒斩杀。说实话，我的武神戒在3年前就丢失了。丢失了？是丢了，还是没有啊？汤哥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，我有。什么？难道王浩才是真正的武神殿店主？什么？武神戒怎么会在那气少手中？难不成那王浩说的都是真的？武神戒在他手中，难道王鑫是骗我们的？精彩，真是精彩呀！各位，你们都被这个王浩给骗了。王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刚才说了，我的武神戒在3年前就丢失了。当时我还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这位堂兄，谁知道他自己沉不住气，自己跳出来了。哦，难道你的意思是你才是真正的店主，他偷了你的戒指？没错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
他根本就不可能是武神殿殿主，一定是他偷了店主的武神剑。王浩，你这个废物，不仅敢冒充店主，还敢偷店主的武神剑！叶倾城，你还真是无药可救了。你无非就是认定店主在乎你们的血脉之亲，不敢动手吧？店主，叶家叶倾城，燕代店主诛杀这7名道士的无耻之徒。这叶倾城乃是王浩前妻，连他都说王浩不是店主，那王浩必然不是店主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站队，不然好处都让天海叶家拿去了。店主，京城许家愿出手诛杀此贼。店主，雷霆宗也愿诛杀此贼。还有我天成人。侯国店，感谢各位的好意，但是我这堂兄不是想让我证明自己是武神殿殿主吗？这其实很简单呀。难道店主不用武神剑也能证明自己的身份？没错。青龙战神到！既然真是青龙战神，这青龙战神在武神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。我雷霆宗与他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是我敢确信，这就是他本尊。青龙，拜见店主。堂兄，现在我可以证明自己是武神殿殿主了吧？青龙，王浩，你虽然与店主有血脉之亲，但是你冒充武神殿殿主乃是大忌。还好店主开了恩，要不然你早就身首异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好自为之。堂兄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既然青龙战神都已经证明王兴是青龙殿殿主，那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没错，这青龙战神虽然说是很神秘的存在，但是他与武神殿殿主是很亲密的存在，所以他说的话一定不是说谎。那么现在就真相大白了，这王浩就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既然没有什么好说的，那这店主的宝座我可就落座了。我等拜见店主。各位请起。对了，从我得到的消息来看，我这堂兄似乎与那鸣沙殿有染呀。什么？鸣沙殿？这气少竟然是鸣沙殿的人！我本来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他竟然胆大包天，跑到这个大殿上来冒充我。各位，依你们之见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？杀了他！这鸣沙殿余孽，留他不得！殿下念及血脉之情，有些人却不自知，在我看来，还是杀了吧。杀了他！住手！南宫小姐，你不会要保这鸣沙殿的余孽吧？鸣沙殿乃是世间至恶势力，你南宫家族虽说是大夏的顶流家族，但是你想保留此余孽来对抗整个大夏的正派势力，未免有些痴人说梦了吧？再者说，他是武神殿要诛杀之人啊！店主，我相信王浩，他定不会是鸣沙殿余孽，这期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还望店主看在我南宫家的面子上，饶他一命。南宫小姐，你的意思是你们南宫家要担保我这堂兄不是鸣沙殿之人喽？是。这傻丫头竟然为了我，公然得罪大夏这么多的势力。店主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与那王浩根本就是蛇鼠一窝。之前在天海市，他就为王浩出头，说王浩是他的未婚夫，而且还公然打脸武神殿。当时青龙战神也在场。青龙战神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南宫小姐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南宫家的担保，大家可能不会相信啊。南宫小姐，你先前说我叶倾城没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，除非做了店主夫人。哼，那么现在我问你，我有没有这个资格？南宫小姐，你若真是想保全我这堂兄，我这倒有个两全之计。店主请说。南宫小姐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南宫家与我王家联姻，并没有指名道姓说是我王家的哪一位吧？店主这是什么意思？鸣沙殿死灰复燃，又重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，想必一定是得到了些什么手段。而你们南宫家作为大夏鼎氏家族，如果与我王家喜结连理的话，那我们对付鸣沙殿的把握不就又多了几成吗？什么？店主，若是这南宫雪成为店主夫人，那我呢？倾城，我这都是为了天下百姓，我想你会理解我的，对吧？南宫小姐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店主，
南宫小姐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南宫家是与我王家联姻，而我这堂兄3年前就被驱逐出王家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不是我们王家的人了。所以说，能跟你联姻的只有我王鑫。再者，这大殿上的所有人，哪位不是心怀天下的义士？这鸣沙殿大敌来前，你们南宫家作为大夏鼎氏家族，不更应该挺身而出吗？想当年，我拼尽了所有都没有击杀鸣沙殿，可想而知，这鸣沙殿是多么的难以对付。南宫小姐，虽然我许家比不上你南宫家，但既然店主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若再推辞，怕有些说不过去了吧？没错呀，南宫小姐，店主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。你要想保留这个余孽，那你就只能答应这场联姻。南宫小姐，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与你联姻只为剿灭鸣沙殿。等击抗完鸣沙殿后，我随时可还你自由了呀。你不用听他的，王浩，南宫小姐这是在救你的命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店主，不必再说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好，本店主宣布，我与南宫雪的婚期就定在3日以后。等各位喝完我的婚宴酒，本店主便亲自出征，击杀鸣沙殿。堂兄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你的东西我会一件一件的拿回来的。当心，放肆跟这个店主无礼！哎，青龙，我刚才都已经答应过南宫小姐了，不会再为难我这堂兄。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属下知错。哦，对。这样就算是物归原主了吧？嘿，你个跳梁小丑！就凭你的气少，也想和我们店主争夺王位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王浩，现在你满意了？若不是你今日来此大闹，我又何必嫁给自己不喜之人？不喜之人。你等会儿，还要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你不想嫁的人。王浩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现在王鑫他不仅是王家的继承人，他更是武神殿的殿主。别说是我了，就连整个南宫家也没有人能够违背他的意思。你自己也看到了，别说是他王鑫了，就连他身边的青龙战神，那都是你抵御不了的。既然现在你已经被王家除名了，那你也别想着回去争夺他们的权势了。这场权力的游戏，你已经被除名了。这张卡里面有1个亿，可以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你拿着它离开京城，你只有离开王鑫的势力范围，他才可能放你一条生路，而我也会尽我所能的保全你。王浩，希望你真的能听进去我说的话。再见了。王鑫，店主，之前出征宴多有多罪，还请店主恕罪。你做的对，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？一切如店主所料，这个王鑫果然是鸣沙殿的余孽。还真是有个好弟弟。大夏各方势力如何？只剩下少部分势力，大部分人都在王鑫手里。店主，现在就要收网了。看来王鑫是把鸣沙殿剩余的势力都融合了。这次收网，我希望是一网打尽，而不是像上次那样有漏网之鱼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天要让其亡，必先让其垮。他现在势头正盛，警惕心一定很高。你继续潜伏在他身边，等什么时候他的警惕心下来，并且余孽全都露出来，再一网打尽。属下明白。你去查一下王家现在有多少人，又有多少势力是跟鸣沙殿有关。是。王鑫想夺走我手中的一切，你还没有资格。店主，
王家上下一共有346人，其中有137人都被明沙店指认。我说怎么找不着人，原来都在我眼皮子底下。店主打算怎么处置这些人？不着急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我那个好表弟啊，不是一般人，他现在势头正盛，我怎么好把他一把按死？对了，一会儿陪我去一趟聚宝阁。店主为何要去聚宝阁？总不能真让我那个好表弟抢了我跟南宫雪的婚约吧？店主是要求亲？没错，这南宫家普通宝物他们肯定是看不上，但我现在又不好抢了我表弟的头衔。聚宝阁里宝物众多，总有合适的。属下这就举办。店主，这南宫家虽然势大，但是武神殿本就强于鸣沙殿，又何必与他人联姻呢？怎么，吃错了？店主，人家只是觉得……放心吧，我与那南宫雪啊，只是逢场作戏。我说了，我只忠于你一人。店主说的可是真话？当然了。对了，你初来京城不久，对京城并不熟悉。我知道京城有一处藏宝阁，里面宝物繁多，要不我带你去挑选一些你喜欢的东西。我就知道你对人家最好了。王浩呀，王浩，你要是知道你3年都搞不定的女人对我投怀送抱，你该作何感想？店主，你为何一直瞅着我看啊？我在想，你这身衣服会不会吓到藏宝阁那帮老家伙？那店主的意思是，要不你换一件？可是我没有衣服可以换。没事，我这有。我就在这里换吗？怎么，你怕我偷看？不是，店主，芷若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在这儿换，还有10分钟才到藏宝阁，足够你换。好。说起来，芷若的年纪也不小了，也是时候给她物色个婚配了。店主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就穿它吧。店主，这南宫家毕竟也是大夏的顶流家族，一般的物件入不了南宫老爷子眼，所以你想挑一件什么样的宝贝？一般的物件，南宫老爷子肯定看不上，但若是蕴含灵气的宝玉呢？蕴含这灵玉，您能看出物件的灵力，店主您的实力该不会已经到了超凡的境界了？老人家，小伙子，我善意的提醒你，这老头他就是个骗子，他这些西北货开口就要大几10万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并非老朽私自大开口，老朽的物件只卖给有缘人。老人家，您是否已经达到了圣人境强者？能看出老朽的实力，除非自身实力在老朽之上，是放眼大夏，老朽还从未听过有这般年纪的圣人境存在。厉害，小伙子，我刚才已经提醒你了，你不听就算了，你怎么还跟这老头配合起来了？你该不是老头请来的托吧？有眼无珠，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可是……你说这位老人家的东西是垃圾了，那请问你可是有更好的？那是当然，我罗成在这聚宝阁混迹了8年有余，手里头自然会有一些稀罕宝贝的。那不妨拿您的东西跟老人家的东西比一比。怎么个比法呢？您能拿出任意一样东西，它的价值能跟这块玉的价值比，那您的东西我2倍的价格收。小子，你该不是想说老头的一块玉就比我整个店铺的东西都值钱吧？哪来的小兔崽子，竟然敢在这质疑罗老板的实力？
罗老板在聚宝阁拥有3家店铺，其实力毋庸置疑。随随便拿块破玉就说比肩罗老板，这种胡话你也真敢说？小子，听到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给我跪下磕3个头，又让你离去。放肆！让我们店主给你磕头，你也配？哎，无妨。你若是敢，那我们就比，我们以输赢定成败。既然你执意要出头，那我也不拦着你。虽然在大侠之中，我罗某人不算名人，好歹我也身价过亿，和我比。首先，你要证明你的实力。这居然是武神殿正神以上强者才拥有的黑武士卡。据说这黑武士卡最低档次都可以透支100亿。我看此女似乎在年轻人分班，这俩人到底何来历？黑武士卡？你俩到底是什么人？好了，现在实力我证明过了，这武士卡没法作假。现在你到底敢不敢赌？哼，纵使他们是武神殿的战神，他也有打眼的时候。我罗成绝不相信，随随便便一个糟老头子拿出来的东西，能够比我的更好。好，跟你赌，一言为定。不过，鉴宝师要从我鉴宝阁官方挑选。没问题。老人家，可否借您的玉佩一用？没问题。我欺负你，我不用店里所有的宝贝。我只拿出3件宝贝，如果你的玉比我的3件宝贝还值钱，我便认输。届时，我磕头道歉。罗老板，你找的人什么时候到？马上。好。居然是骆老，罗老可是国宝级鉴宝师啊！罗老板将你请来，便是不畏强权，想来是用罗老来压制武神殿，以保证绝对的公平公正。见过罗老，罗老板，客气了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，一听说宝贝，那就坐不住了。你就是不请，我自己也会过来的。就是不知道罗老板今天准备了什么好物件，让老朽长长眼呀。我的东西不急，请罗老先看看武神殿朋友的吧。隔行如隔山，2位虽然是武神殿的朋友，但如此年轻，就能检查过几件宝贝，还敢在此大言不惭，简直笑话。骆老，你何必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？不妨先看看宝贝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宝贝。这是一块现代仿旧的玉佩，虽然玉的质量不错，但其价值不会超过10万块钱。原来只值10万块，我还是高估了2位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用拿出我这3件镇店之宝了。武神殿虽是大夏第一势力范围，但这术业有专攻，在这聚宝阁也不是你们想撒野就能撒野的地儿啊。没错，一块区区10万的玉佩，怎么能跟罗老板这满堂的至宝相比？说来，我倒有些好奇了，这3块红布之下，到底有何等恐怖的存在？骆老，你给我的玉佩定价，连上手都不需要吗？罗老板，这2位武神殿的小有的宝贝，暂且不提了。也不知道你拿出的这3件是什么好东西，可以请亮相让老朽长长眼吗？其实这场赌约到此就应该结束了。既然骆老开口了，还来了这么多的朋友，那我就让诸位看看我罗成的宝贝。这是元代青花瓷，即便是次等级别的瓷品，就是整个聚宝阁之中也不会超过1手之数，其价值更是至少破1000万。这瓷盘就如此值钱，罗成能在聚宝阁站稳脚跟，岂能没有点压箱底的宝贝？相对来说，我更想知道他准备的另2件宝贝是什么。哈哈，未出的2个宝贝也不用了，这1对1的就已经分出胜负了。不知道这武神殿的2位该怎么收场？罗老板，另外2件藏品也让老朽长长眼吧。好说，好说，哈哈哈哈。
师弟统领，且不说这玉府新宫的雕工，就光这玉的品质就足以碾压99%的美玉，而且这还是翡翠中品质最高的帝王玉，这么一大块，其价值只说过亿。请各位过目。唐寅真迹，什么？唐寅真迹在拍卖会上起拍价过亿的，如果这话是真的，那这的确是唐寅真迹。唐寅真迹一出，你还拿什么和我斗？罗老板，落寞斗胆为这副唐寅真迹估价5亿。什么5亿？加上之前的2件，这都快到10亿了。没想到罗老板就有如此的实力啊！罗老，不愧是慧眼识珠啊！之前我也找了很多鉴宝师，最后综合中间价，正好是对武神殿的朋友啊，之前你曾经说过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双倍买下我所有的宝贝。我有3家门队，所有的宝贝加起来总共8亿2千万。我给你抹个零，您给我16亿。刷卡吧。刷什么卡呀？怎么，武神殿输不起吗？输？谁说我输了？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的莽夫，没有金刚钻，来什么瓷器活？洛老，你是鉴宝界的泰斗，但是晚辈斗胆问一句，你真的觉得我的玉佩只值10万？废话，这只是一块现代玉，老夫已经看在你武神殿的面子上，往高处说了。原来洛老也有打眼的时候啊！你敢质疑洛老？哼，树木寸光，倚老卖老。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这宝物究竟价值几何。龙鳞外放？什么灵力外放啊！我倒要看看这只值10万的玉，你怎么能扭转乾坤？灵力外放，寻常战神境强者绝对是做不到的。但次子就算实力再强，又如何改变玉石本身？有点意思。不要再做胡用功啦！你青龙显形。洛老，什么是层龙显形啊？天地至宝，往往封印着强大存在。如果老兄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块玉佩之中封印着一条之龙，龙的灵韵。携带这块玉佩的人，光运加身，子孙后代百年、千年，强盛不绝。哥，既然你都看出来了，让我问你，我这宝物价值几何？此等宝玉已经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了。如果硬要定价，岂不100亿？100亿！100亿！换取子孙后代，百年千年长生不绝。我要有这钱，我也干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当初问那老头，老头只说他值88万呢。若我当时把他买下了，罗老板，现在胜负已分，你是不是该履行赌约了？罗某有眼无珠，罗某有眼无珠。我等见过师尊。何事啊？世俗武神殿殿主王鑫知晓师尊身在聚宝阁内，特邀师尊前去一聚。王鑫，武神殿殿主？没错，近日出征宴前，王鑫已通过青龙战神确认了自己的身份。他目前武神殿内有那个家伙，还轮不到王鑫当殿主。武神殿暗潮汹涌，看来有一出好戏要上演喽。店主，那老道已经走了，我们钱还没给呢。那个老道不是普通人。二位先生，
罗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感谢二位战神，手下留情，这是我罗宝的一点意思，请二位收下。不必了，我们今天呢也算是有所收获，只希望罗老板以后低调行事就好。是的，是的。二位，武神殿店主现在应该在拍卖会上，二位不去追随吗？武神殿店主？对呀，就是那个王家的继承人，刚刚还在我这买了一些东西，送给陪同他来的那个大明星叶小姐。有点意思。侄儿，石小姐，我们去看看我那个好弟弟又搞什么鬼。弟弟，店主，您看这镯子好看吗？好看。王浩，他怎么来了？店主没有看到那王信，人家现在是店主，怎么会来这大厅呢？自然是在包厢里。那我们无妨，等他看到我，他自然会过来。王浩那个废物怎么来了？店主，您不是通知南宫雪让王浩离开京城了吗？他怎么还敢在你面前蹦跶？将死之人的想法，我又怎么会知晓呢？也是，店主，那我们现在去大厅吧。这样吧，你先下去，我一会儿来找你。好。少爷，我们没有找到空门门主，不过按照空门弟子的意思，空门门主似乎不想见我们。带着叶倾城来聚宝阁就是个幌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已经知晓了空门门主在这聚宝阁之中，想要彻底击杀王浩，拉拢这空门门主才是重中之重。不会是你们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吧？我们是按照您说的，对空门之家都是客客气气的，绝无半点冒犯。那就奇怪了，这空门门主向来不问世事，应该不会知道我是假的武神殿店主。难道是他搞的？王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你知道我与店主在此，故意过来碍我们的眼啊？叶倾城啊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店主已经让南宫雪通知你离开京城，可是你不听劝，恐怕这南宫家也保不住你了吧？我在天海的时候就说过，我不需要任何人保。那是店主宅心仁厚。要不然，恐怕你全身上下早就跟你的嘴一样硬了吧？放肆！哎，堂哥，这倾城之前怎么说也算是你的女人，既然得不到，也没必要毁掉吧？店主，你可得为人家做主啊！人家才刚拿下几个国际大牌的代言，这一掌下来，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？放心吧，宝贝，我今天一定替你讨回个公道。堂哥。按理说你已经离开京城了呀，别说是京城，就算是四海八荒，我王浩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。店主，你看看他，当着您的面还如此嚣张。无妨。王浩，你座下最强的青龙战神已经反叛，还有武神殿各个战神都已经入我的麾下，而且我还要与南宫家喜结连理，到时候有各路势力支持，你觉得你的势还在吗？那你还来这干什么呀？原来这空门门主不肯见我是你搞的鬼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那老道是天下第一门空门的门主。你猜？空门那老家伙不肯归顺于我，也绝对不可能归顺于你。我马上就要跟南宫雪联姻，到时候加上各个势力的支持，那是能和我斗。你呀，确实很聪明，但是可惜用在了错的地方。对了，还有那叶倾城，你永远都不会想到，你伺候了3年的女人，竟然会在我的身下翻腾吧？堂哥，我是真的很佩服你啊！面对如此娇滴滴的女人，你是怎么控制得住自己的？你再说一遍。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
王浩，你想干什么？也是，为了这种女人激动，不值得。青龙战神现在也不在，你也没有什么权利操纵武神殿。我猜你这次来到聚宝阁是为了挑几件合适的藏品，然后送给南宫雪向她求婚的吧？但是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今天你一件都拍不到。哦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诸位，这扳指可是大有来头，据说是唐王李世民所佩戴。什么？这扳指竟有如此恐怖的来历？真的假的？我们聚宝阁成立100年有余，从未有过一件假冒伪劣产品。此货由骆老亲自鉴定。哎呀，既然这骆老都说是真的，那肯定是真的了。别说那有的没的了，赶快开价吧。好，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起拍价500万，520万，530万，600万。这谁呀？愣是给我抬了100万，又是哪家的千金少爷？1000万。店主，你连出价的姿势都这么帅，这不是那个王家的少爷吗？他可不单单是王家的少爷，那轰动京城的宴会你听说了吗？那王晶啊，现在可是武神殿的店主。什么？1500万，3000万，3000万零1块，5000万。我说过，今天你一件藏品就看不懂。店主，这王新未免有点太猖狂了。无妨，既然我堂弟喜欢，那给他就是了。店主，你也太帅了！看来店主大人对此物也是十分感兴趣啊。既然如此，我宣布此物归店主大人所有。好。这唐朝的扳指虽然名贵，说到底不也就是个扳指吗？花5000万去买，他有点冤大头了吧？不了你吧，不要命了！接下来这件拍品，想必大家也会十分感兴趣。据说是我们大唐唯一女帝武则天所佩戴过的凤冠。店主，人家想要这个凤冠。好，这凤冠南宫雪应该会喜欢。起拍价3000万，5000万，8000万。这谁呀？竟然敢跟武神殿店主叫价！这你可就不知道了，这可是王家的少爷王浩，大商人，只不过3年前因为得罪了王家，被逐出去了。这不就是个庆少吗？怎么也敢跟……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儿，咱们这些小杂碎少议论啊！3个亿，10个亿！什么少爷？那个凤冠在市场也就值1亿左右，你这一下10倍啊！什么？况且我们现在没钱了，你的钱不是收买各大家族了吗？忘跟你说了，其实给南宫雪的礼物我早已经准备好了。王浩，你敢骗我？没有，价不是你自己交的吗？让我们献给店主大人最热烈的掌声！别拍了！店主，你真好，为倾城一掷千金。滚！走。什么？你说王浩他没有离开京城，他还在聚宝阁戏耍了王欣？是的，大小姐，这王浩压根就没将您的话听进去。如今他算是将武神殿店主彻底得罪死了。我估计，待您与武神殿店主大婚之后，武神殿店主将对其发难了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戏耍武神殿店主，他以为他这么做就能扳回一城吗？他不过是把自己推向更深的深渊罢了。大小姐，您要干什么？我当然是要去找王浩了，我要亲自送他离开京城。大小姐，家主有令，大婚之前禁足大小姐。你大小姐，又有什么事儿？那王家王浩上门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上门提亲。提亲？他简直是胡闹嘛！他
放开我！我现在要去找爷爷。你们要是再拦着我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。王好小友，你说你今天来做什么？提亲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一个被王家赶出来的气少，说来我们南宫家提亲。王浩，你这个废物，你还嫌害我们家雪儿不够吗？还敢上门来？诸位，王浩，出征宴上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。这王欣虽说不是雪儿最理想之人，但是相比之下，他也是大夏之内唯一能和雪儿相匹配之人。而且这王欣的婚书，我南宫家已经收到了。好了，现在没有。放肆！你这废少，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撕毁婚书，你真当我南宫家没人了吗？区战神经而已。那王欣店主顾及你们的兄弟之情，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于你，而你却愈发跋扈。我们南宫家也是京城3大家族之一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惯着你的臭毛病。伯父，我说了你可能不信，雪儿只有嫁给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，而南宫家也会繁荣长寿，甚至成为大夏第1大家族。哼，你这个废物，真的是满嘴胡话了。狗笑！南宫家好歹也是京城3大家族之一，竟如此没有眼力。我南宫家既然已经接下王欣的婚书，那这种婚事就没有更改的道理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伯父，停！我承认我对你确实有些刮目相看，但王欣确实是武神殿店主。虽然我南宫家有些实力，但要是想跟武神殿抗衡，那无疑是痴人说梦。愚蠢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雪儿的婚事乃是老夫定下，老夫当时说的王家的长子，说的便是王浩，而你们却以为只要是王家的嫡子便行，是吗？可是爸，如今已经不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了。那王欣不仅是王家之子，更是武神殿店主，和那废物王浩相比，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。你知道什么？冥顽不灵！你们该不会觉得王欣就是武神殿的店主吧？爸，你不会是想说他是武神殿店主吧？没错。这不可能，他不过是一个气少而已。王浩小子，老头子我没说错吧？还是您老通透。爸，这出征宴上，青龙神使可说过，这武神殿店主可是王欣，并不是王浩。他虽然拿到了武神剑，可最后却被王欣抢了去。他现在只不过是一具空壳，说他现在是武神殿店主，那又有何证明？所以说你们愚昧至极。谁说武神殿的店主要以武神戒来证明？所以说你们愚昧至极。谁说武神殿的店主要以武神戒来证明？是王浩小子，你就证明一下你的身份吧。好，借来。这是轩辕剑，武神殿店主的佩剑呐！相传这轩辕剑斩杀一族千千万万，光是远远观看便能够感受到一股杀意。这真是武神殿店主？王浩，你真是武神殿店主吗？我这条命便是武神殿老店主救下，为了感谢，我将雪儿许配给王浩。你们这帮蠢货，还以为是王欣，要不是雪儿早到，这南宫家都要毁在你们的手上了。爸，虽然说这事我们考虑不周，但是你说南宫家会毁于我们手中，这你还敢顶嘴？具体之事就由小王浩给你们解释吧。我堂弟那个人啊，心死城府深得很。3年前我被王家赶出去，就是他在后面捣的鬼，而且如今抢夺了我武神殿店主的位置。
如果他跟雪儿结婚，那你们南宫家的资产在被他吃干抹净之后，你想想，你们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不斩杀于王兴呢？行了，小王后的自由安排，你赶紧将王家的婚书给退回去。爸，这婚书退不了。你是不是逼着老夫抽你？爸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误会？小王后她自由安排。不是我不想退回，而是这婚书已经被王浩给撕毁了。无妨，老爷子，婚书毁了就让他毁了。而且既然王鑫已经把请帖都发出去了，那就让他一个人参加这婚礼，到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应该也很丰富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依你。王浩，虽说你是武神殿殿主，但要想迎娶我家雪儿，那你也要表现出一些诚意性。伯父放心，这聘礼啊，我早就准备。你也太小家子气了吧！这区一块玉佩，顶多也就是6位数。我南宫家可是京城3大家族之一呀。鼠目寸光的骄傲，小王后拿出的东西会是普通货色？此玉蕴含真龙之灵，可保你们南宫家世代昌盛，繁荣不息。不愧是武神殿殿主，出手果然好苦了。相比之下，小王后，你费心思了。就算你今天没有聘礼，他们也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毕竟老夫还没死呢。老爷子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聘礼我应该准备的。你叫我什么？爷爷。爷爷，我还没答应呢，要嫁给他呢。少爷，你找我？明日的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大夏各方势力通知到没有啊？请少爷放心，只不过那个南宫家呀，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动静。这南宫家没什么动静也是正常的，毕竟那南宫雪不愿意嫁给我。可是现在我不仅仅是王家的继承人，更是武神殿殿主。就算那南宫家1万个不情愿，也不敢忤逆我。所以明日他们必来。南宫家的人出访了？还没有。这南宫家莫非真敢悔婚不成？南宫家派人送了一件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日落西山常见面，水楼东海不回头。这南宫家到底想做什么？这胆子也太背了！悔婚也就罢了，还给王兴送纸人。你看王兴的脸色，沉得和要吃人似的。王兴可是将大夏大半个顶级势力都喊来了，以这样狼狈的形式收场，如果这样传出去，就别说是王家了，就是武神殿也都名扫地了。这下可有好戏看喽！你去南宫家的时候，南宫家可有什么异常？说，属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气少王浩也在南宫家，他和那个南宫雪有说有笑。南宫家王浩，你们找死！青龙，属下在。我要你现在去南宫家，把王浩给我抓过来，听候我发落。属下明白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青龙是真的归顺我，还是安排在我身边的一颗钉子。店主夫人，婚礼上的情况便是如此。你还笑呢？你说你啊，想到的是什么损招？我要是那个王鑫，我比他还生气呢。被我们悔婚也就算了，你还给他送纸人。我呢，这是叫给他打预防针。他敢做着大逆不道的事儿，就要承担后果，哪怕是失去生命。对了，我让你在他身边摸的情况摸得怎么样？这个王鑫也算是狡猾。我虽然一直在他身边，但是核心的事情并不知晓，只是知道他是明沙殿党首之外，其余的……这么说，现在还不能动手。店主，可是这位明沙殿消息者苦恼。青龙，回来。这位前辈
可是空门门主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什么？天下第一门空门？前辈即开金口，可是有鸣沙殿的消息。真没想到，世间第一人竟会如此年轻。我空门已将鸣沙殿的消息全部记录在信上。多谢前辈。无妨。我空门虽说是天下第一门，但从未想争做第一。我们只愿让全天下的苍生都幸免于难。我武神殿跟空门的想法一致，我在此发誓，绝不让鸣沙殿为祸人间。不过还得提醒店主一句，那王兴思维缜密，此刻早已派人前往南宫家暗中观察。若不想竹篮打水，还是早做些准备的好。少爷，确定了，青龙战神和王浩打了一架，王浩抵抗不住了，被青龙战神制服了。好，看来这青龙还是识时务。哈哈哈，青龙干得不错嘛！等我一统天下的时候，你就是真正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属下感谢店主栽培。我的好堂哥，你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？王鑫，你居然背叛王家，加入鸣沙殿！王浩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吧？为什么3年前你会被驱逐出王家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鸣沙殿为什么能立足于天下？那全都是靠我王家在背后鼎力支持。3年前，你诛杀鸣沙殿，知不知道给我王家带来了多少损失？本来你3年前就该死了，但是你父亲力保你，替你扛下了一切罪责，被王家诛杀，所以你才只是被王家驱逐出去那么简单。即使说我父亲病非自然死亡，当然了，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堂哥，我还得感谢你当时击杀了鸣沙殿的店主，我才有机会当上现在这个代理店主，才更有机会当上武神殿的店主。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呢，我的好堂哥。还有叶倾城跟南宫雪那2个女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女人就是我的女人了。还有你的武神殿，我都会替你好好照顾的。小龙，你以为我武神殿的人这么容易背叛我？原来你和青龙在南宫家是在演戏，目的就是为了引我下套。你不会真的以为凭我的实力就能击败店主？现在结束了。王浩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要是杀了我，就不知道鸣沙殿的其他一面。这份鸣沙殿的名单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来这儿的目的，第一是为了把你斩杀于此，第二就是趁这个时间去消灭你的余孽。这地儿确实破了点，不过是你自己挑的。这个名单你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我早就应该知道，那空门不肯归顺我，他就应该拜入你的麾下。你确实聪明，但是没用在正地方。现在，我送你上楼。我的好堂哥，你不会真的就这么以为，这样就能杀掉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少爷，都别动，再动你谋杀来了。王浩，你要是不杀我，我誓不为人。撤！混蛋！他鸣沙殿的余孽已经被我们消灭了，而且我们武神殿被他发布了追杀令，
放眼整个大夏，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，就让他再苟延残喘几天。恭喜店主，贺喜店主，鸣沙店名列前茅，以后世上再无师弟能与武神殿分庭抗衡。我武神殿从未想过称王称霸，只希望这天下的百姓都能沐浴阳光。说得好，不过王浩，你与雪儿的婚礼，我跟雪儿都商量好了，我们的婚礼明日举行。好。雪儿，我会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王浩现在发布了武神殿追杀令，现在整个大夏势力都在找我们，我们已经无处可躲。没事，本少的落魄只是暂时的，等我恢复过来，一定要那个王浩还有整个武神殿血债血偿。属下自然是相信少爷的。王鑫已经无路可走，我若是将其斩杀，再送去武神殿，没准还能换取一条生路。对了，我背包里还有些钱财，你帮我拿过来，咱俩分一分。好。少爷，武神殿给的悬赏令很高吧？王浩，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，就别怪我了。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感谢。行，你们先忙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我也去换一下衣服吧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不是说了一会儿见吗？这么着急？店主，您准备好了吗？请新娘登场。哎，奇怪，南宫大小姐怎么被出场？不会是不想嫁给店主了吧？你可别胡说，南宫大小姐跟店主可是情投意合，怎么会不想嫁了呢？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请新娘登场。我去看看。我的店主大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王鑫，店主大人，你不要用这种表情看着我吗？你还真是想找死啊！我鸣沙店早已被你清除完毕，我这2天他妈遭了不少人的追杀，那我何必不找几个店主在乎的人跟我一起陪葬呢？你要是敢伤雪儿一根头发，我必将你扒皮抽筋。我操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威胁我？你是真以为我不敢对南宫雪怎么样是吧？哎，这南宫雪不愧为大夏第一美人，我都快受不了了呢。你敢？想要救南宫雪，就一个人来到上次的仓库。天黑之前，要是还没到，就等着给南宫雪收尸。哎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吓人了！王鑫竟然做这种事啊！他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不是啊，鸣沙店不就只剩他一人吗？对呀。店主，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让王鑫钻了空子捉走了夫人，请店主责罚。王浩，王浩，你一定要救雪儿啊！靠你的了，还不快去！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把雪儿安全的带回来。诸位，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，我去把新娘子带回来。店主，这一定是王鑫的阴谋，他一定安排好了一切。你现在过去，恐怕……她是我妻子，也是武神殿殿主夫人，谁敢拦我，格杀勿论！你们不用跟着。南宫大小姐，你醒了？王鑫，你赶快将我放了，否则王浩知道我一定不会轻饶你的。南宫小姐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就不要说这种玩笑话。你在我手里，我还有一线生机；
我要是把你放了，那王浩能给我留活路？他要是真在乎你的话，想必现在都应该快到了。如此美人，就看咱们的店主能对你付出什么样的行动了。王鑫，王浩是武神殿店主，你当真以为他会任你摆布吗？那可不一定吧。王鑫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你让我收手，这还真是个笑话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当时你在，只要是乖乖的嫁给你，现在也不至于沦落到这步田地。等王浩来了，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他千刀万剐。你要把谁千刀万剐呀？站着别动！我的好堂哥，你可终于来了。王鑫，把他们两个放了，我给你留一个全尸。堂哥，就别说这种玩笑话了吗？通缉令已经贴满了天涯海角了，我要是把他们放了，岂不乖乖任你处置就得了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听说你现在已经到超凡入境了，对付我就像杀一只鸡一样简单了。可是，要是你废掉一条手臂的话，论战斗力是不是就不如我了呀？王浩，今天我要你废掉一条手臂！不要王浩！给我闭嘴！你要是再敢多嘴，我就扭断你的脖子！我答应你。王浩，不要！王浩！堂哥呀，堂哥，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为了两个女人，竟然废掉自己一条胳膊！少说废话，你说的我做到了，把他们两个放了。放！以你现在超凡入圣的境界，我根本就没有把握从你身边全身而退，所以人我还不如放。你出尔反尔，就不怕武神殿的人不会放过你吗？怕！我现在有什么好怕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当时你要是在海城乖乖的被我杀掉，我就不会像今天这个结局。王家的继承人只有我一个，是我王鑫，而不是你。你真的就这么在乎这些虚名吗？虚名？王家的继承人跟武神殿殿主，那都是世界至高无上的荣誉。你说这是虚名？你敢凭着良心说你自己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吗？我要是想要这些，我3年前就不会甘愿去海市了。那是因为你曾经得到过，而我没有。这些东西本来都应该是我的，是你把我拉下来，所以今天你必须死。我明白了，自断手臂只是权宜之计，你要的是我当场自刎是吧？没错，只有你自刎当场了，我就放过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王浩，我耐心有限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你要再不当场自刎，就别怪我浪费死光。好，王浩，不要！我答应。王浩，还愣着干嘛呢？动手啊！堂堂武神殿殿主，不会是怕我？雪儿，我们来生再见。王浩呀，王浩，你还真是个情种啊！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死了以后，武神殿的那帮废物压根就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有投奔你的那些人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的墙头草罢了。王浩，我和你说过，你的一切我都会夺过来。可惜呀，等你死了以后，你再也见不到我是如此努力的人了。你就这么确定了？什么？我刚才明明看到你被刺穿心脏了。
你怎么还活着？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超凡入圣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希望你做个好人。Maybe your smile is the only thing. Your smile is the 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超凡入圣的治愈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那就好。王浩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，都过去了。王浩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我们两个的婚礼还在举行当中，你要不一块喝杯喜酒？走。对不起，王浩，是我把你弄丢了。店主一直迟迟未归，不会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？不好说。虽然店主神功盖世，但王熙也不是什么善茬，再加上人家也有所准备啊，毕竟爱见难防。爸，你说这王浩能把雪儿带回来？不好说。那王浩的小子重情重义，但有时候太重情义也是弱点。店主有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是失联状态。店主该不出什么事了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诸位，店主一直迟迟未归，我等恐怕也难以再等下去，准备先行一步了。是啊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啊。这……抱歉，让诸位久等了。恭迎店主，店主夫人。